通缩来了，我的钱到底该怎么花、怎么省、怎么投？这期视频呢，我就来讲清楚，在一个越来越保守的时代，普通人应该如何科学安排每一分钱。我们先来讲一个核心的逻辑啊，在类通缩时代，你不是在追求收益最大化，而是在避免现金流断裂。所以在花钱、省钱、投资之前呢，你得先明白自己身上所有钱的使用顺序。那我把这个顺序啊总结成一句话：先保命，再稳底，然后是防守，最后才是进攻。记住这个顺序，我们一条条来拆解。第一步，怎么花？这个花呢，不是消费主义的花，而是你应该为哪些事情花钱，才能让你活得更有安全感。我建议啊，你优先花的钱是下面这四类：第一，稳定生活的刚需，比如房租、房贷、吃饭、交通，一切能让你活下来的开支都别省，特别是身体健康的支出，一定不能省。这几年呀，你可能没涨薪，甚至被降薪，但你不能让生活变得焦虑和糟糕。这些钱是你在任何经济周期里都要花的，必须稳定。第二，家人的刚需保障，比如孩子的教育、父母的医疗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这些不是支出，是未来的风险对冲。可以砍的呢是那些改善型的开支，不能砍的是保障型的配置。第三就是自我能力的投资，你不需要花几千块钱上大课，可能买一本好书就能让你把钱观和赚钱能力提一提。类通缩时期，真正能决定你中长期收入能力的，还是你的认知、判断、表达、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。这类钱花的不亏。第四呢，就是情绪和社交的支撑开支了。比如说，你每个月要去和靠谱的朋友聚一聚，给爸妈去买个水果，周末去健下身、练练琴、画画、读书。别嘲笑这些爱好的支出，他们是你长期活下去的能量来源。第二步，怎么省？通缩时代啊，很多人最大的误区是拼命省钱，但是省错了方向。你省掉的是对自己最重要的支出，最后呢就会变成恶性循环。我建议你重点控制这三类钱。第一就是冲动性消费，比如说网红带货啦，你用不上的健身年卡啦，某宝上每年必买的断舍离前的一单了。不是不让你买啊，而是让你不要为了焦虑而消费。第二呢，就是改善性的升级，比如说家电、装修、汽车、电子产品。以前呢是多花1万生活更爽，现在呢可能是多花1万3年贬值90%。很多改善的事儿啊，可以先别做。第三就是盲目攒课的焦虑支出，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资产，有时候你只是在焦虑里面刷存在感，那你不如挑一两样精深去学，反而会更稳。或者干脆呀，你就照着书单买书自学。第三步才是怎么投。如果你已经把花的钱和该省的钱梳理清楚了，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考虑投的钱。这部分呢，我建议你用金字塔模型来理解。投资金字塔的底层是现金加短期流动资金，那也就是货币基金、国债逆回购、银行的大额存单。这部分的比例呢，大概占你总资产的40%到60%。中层呢是低风险固收类的资产，比如说3年期的国债啦、政策性银行债啦，小部分的黄金储备，这部分占20%到30%。高层呢是波动性的资产，比如说少量的权益类基金、港股、美股的红利股、REITs 等等，这部分呢只能占10%到20%。大家记住这个顺序，不是靠一波涨停就能发财的年代了。你要做的是稳得住，不出事儿，未来有机会才能抓得住。在类通缩时代，钱的使用顺序非常重要，不是你赚多少钱，而是你能守住多少，留出多少，花的是否值得。总结一下，我们这一期呢讲的是钱的使用顺序3件事儿：第一，哪些钱要花；第二，哪些钱该省；第三，哪些钱可以投。下一期呢，我来讲一讲一个情绪更难的话题：通缩时代，年轻人、老年人、中年人，大家各自的人生应该怎么规划？我们下期见。